这次我是很看好马克我龙哥的来访的啊，种种迹象都在表明，龙哥并不单纯是对每次来了我们这儿就能切到大号模式，化身戴高龙上瘾才4次访华的，更不是失去了国会的控制权的总统，毫无筹码的来刷自己的政治存在感。法国总统马克龙此次的来访，我认为意义重大。欧洲的老爷们过了7个月中美贸易战那种3天饿9顿的日子，还被大哥敲竹杠啊，内部的各个利益派系乃至社会民众啊，现在突然都开始觉得东大的市场和东大的商品都挺眉清目秀的了。所谓达则呼吁围堵东大，穷则赶忙对华贸易嘛。别的咱们不知道，8国联军的老爷们的文明程度我们是领教过的呀，口口声声喊着为了文明的传递和自由贸易，其实就是抢得过就一拥而上，抢不过在国际贸易嘛，都是老规矩了，咱们都懂。尤其是不仅没抢过，这次还被抢红了眼的自家老大咬了一口。现在呀，自家的美国老大都开始帮着4年前刚抢过的俄罗斯要回冻结资产了，卡着美国刚结束对我们的贸易战，甩给了曾经一起趁火打劫的欧洲小弟们一纸28条和平协议之后，我龙哥显然是第一个把揽开膀子脱掉的礼服穿回来的国家，要不怎么说是根正苗红的欧洲文化中心呢？西方精神的源流啊，这文明的速度它就是快哈！11月12号还在7国集团外长会上给我们搞3不许呢，不许改变台海，不许支持大俄，不许不卖稀土。哎，这才几天，法国外长掷地有声的强调台湾是我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郑白旗的这个判断啊，真的是没有起错的外号。但是呢，我们喜闻乐见身段日渐柔软的法兰西，可以说就是美国对俄乌问题的双刀锋剑严相逼，欧洲自己想跟着老大一拥而上，在关税战上围堵我们失败，如今自己兜比脸还干净，大批的企业卷铺盖跑到中国开研发中心的现实，构成了此次马克龙总统来访前所未有的诚意。咱们今天聊一下这个事儿。其实呢，在法国来访之前的48小时里，王委员到莫斯科对表这个操作非常的有深意，这是中俄之间近1年来保持的非常默契的惯例，无论是美俄元首通话之后，还是美俄元首见面之前，俄方也都会派出重量级的人物来华对表，彼此交个底，就不会给别有用心的国家玩离间计的机会。西方政客台前作秀，然后发动舆论机器制造风声，就像此前特朗普在对我们极限施压关税战期间频频的对大地示好，当时美俄合作分割我们的舆论声浪啊此起彼伏，完全无视基本的政治现实和经济规律。政治上，无论如今的特朗普怎么拉拢，3年之后还不一定是谁在白宫里坐着呢。连白宫拆的东墙能不能补上都两说，指望他一起拆东大，但凡看过《三国演义》啊，都不至于被这种阴谋论忽悠了。如今美俄给欧洲出的难题28条和平协议，这就是一个进一步削弱美国的盟友体系，瓦解离岸美元系统，但是可以让美国能暂时的饮鸩止渴的操作。俄罗斯很清楚欧洲和乌克兰不会答应割地，欧洲也不会答应把早都不知道分到谁手里的俄被冻结资产的2000多亿美元给吐出来，答应这所谓的28条，纯粹就是为了让欧洲明白自己已经从桌边快被自己的老大端到桌上的这个现实。这不是肉痛的不行的欧洲一哥立刻就坐不住了吗？穿上衣服这不就来了？那既然咱大俄兄弟在里应外合之下给川普大统领做好的局，咱们自然也得把这个药效给到位啊，不然欧洲怎么会理解自己真实的处境，根本没有资格跟我们提什么3不准呢？同样，他们也没有实力要求我们为了欧洲市场出让底线，转移技术，更没有靠山让他们继续活在帝国主义强国的幻梦里。只有欧洲国家接受了自己没资格、没实力也没靠山的事实之后，来谈的合作才是真实的、有期待可能性的、靠谱的合作。其实可以说，我们是评估了法国此来会提俄乌问题，同时也会有靠谱的合作这一现实。那么为了避免误判，觉得我们是动摇了立场换来的合作，那就需要赴俄对表，不给小作文发酵的空间和可能性，同时也能看出我们对法国此行会有实质性合作落地的积极预期。那么就今天达成的结果来看，确实都挺靠谱的。根据法国政府披露的访华代表团的名单，陪同马克龙访华的是一个超过80人的代表团，包括6位部长、外交、经济、农业、环境、高等教育、文化，以及35位企业的高管，涵盖了空客、法国电力、达能等大型的企业以及奢侈品、农产品等领域的中小企业。而且最重要的是，冯德莱恩还没有来当监军。实际上这也就意味着达成的合作已是既成事实了，签约仪式只是一个庆祝的句号而已。
显然，冯太后难以分享中法合作落地的喜悦。中法今天在两国领导人的见证下，签署核能、农业、教育、生态环境等多领域的多项合作文件。在会谈中，我方特意强调了我国的“十五五”规划建议，为未来5年中国发展擘画了蓝图，也向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中法两国要抓住机遇，拓展合作空间，巩固航空、航天、核能等传统合作领域，挖掘绿色经济、数字经济、生物医药、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的合作潜力。中方愿意进口更多的法国优质产品，欢迎更多法国企业来华发展，也希望法方为中国企业提供公平环境和稳定预期。中法两国人民有着天然的亲近感，要深化文化、教育、科技、地方领域等合作交流，续写人文交流的精彩篇章。以上的每一个字其实都信息量巨大。首先大家是否还记得去年法国农民开着农用车跑去巴黎，字面意义上的施肥有机肥，简称喷粪这个事儿。法国的农民呢，虽然没有咱家的农民历史这么辉煌，但是也是西方劳动人民中最有战斗力的阶层了。无论马克龙接下来的任期是否会因为跛脚鸭状态而成为垃圾时间，马克龙的政治衣钵以及政党势力还是要一直活跃在政坛之上的。所以惠及法国的农民群体进行农产品的出口，是法国日渐衰落的中左政党想要维持自己为数不多的支持率的重要抓手。此前节目里给大家讲过很多次，现在的欧洲其实并不能按照传统的分法，左派或者右派来划分他们各自代表的利益群体和政治诉求，以国内利益派和国际利益派的方式这样的划分可能更确切一些。欧洲的国内利益派就是现在被冠以右翼和保守派的政党所代表的利益群体，他们主张发展本国的制造业，鼓励增加本国公民的就业。简单来说呢，就是希望走自食其力的路线移民不要来抢工作。但是呢，归根结底含义都是同胞们起来给资本家干活，他们大富你们小富就可以了，这就算公平了。而以美国民主党为龙头的国际利益派呢，率领着欧洲的左派政党，此前呢牢牢掌控着欧洲。主要原因就是他们的利益点是基于美元霸权的金融殖民，通过币元霸权提取南方国家的劳动时间来致富的。他们呢不带来就业，也不在乎本国的制造业空心化，而是通过掠夺全球来给本国的居民发福利，强调价值观来吸引选民投票给自己，引入大量的移民，如同当年罗马引入奴隶一样，供养着城邦的公民，让公民睡在福利和移民廉价的劳动之上，不用劳动也有好日子，自然大把的选票就在白左政治正确的口号里投给了左派政党。然而呢，随着能掠夺到的资源越来越少，那社会矛盾就日益尖锐，移民和公民之间，公民各个阶层之间的矛盾就扩大开来。等如今大家饿了肚子，想好好工作自食其力的时候，产业早都坟头草3尺高了，产能都超度给东边了，没有前途的工作，收入不稳定，能源匮乏，物价还飙涨，这国内利益派自然就又成了选票政治下钟摆效应的另一个选项了。这个选民们就觉得还是国内利益派可靠所以法国勒庞领导的国民阵线快速崛起，如今和不屈的法兰西党共同构成了新人民阵线，成为了主导法国国会的第一大党，马克龙就成了跛脚总统。而德国威德尔率领的德国选择党同样也是以右翼身份跻身为德国第2大党。如今呢，川普毫不犹豫的倒欧，从根本上而言，其实是既然民主党已经率领了欧洲的左翼政党，那他就要复兴欧美的保守主义联盟，就是右翼这批政党。那美国的文明根基其实一直都在欧洲，能整合一票欧洲的政党，其实对共和党未来的选情极有价值。那他反对的其实并不是欧洲，而是左派政客。那随着我国现在的崛起，美元霸权的链条势必不能继续盘剥我们的民脂民膏，那靠美元金融殖民的国际利益派实际上就面临2个问题了。第一，干唱价值观，结果没了鸡蛋也没有人信教了，不给福利的左派政党就面临着保守派政党大联合的崛起趋势，民意基础日渐衰微。那第2个问题呢，就是国际利益派又不是美国利益派，实际上有奶就是娘嘛，跟美国赚钱还是跟着东大赚钱，差别的就是资本主义国家可以以资为本，资可以控制权力，有很高的政治超额收益。那跟东大做生意呢，资是做不了权力的主的，就只能赚点分红。那以前垄断式的收益是没法比，可是目前血条依然很厚的民主党还想搏一搏单车变摩托，
可是如今欧洲的左派代表的资本们啊，身段可就柔软多了。尤其是3天饿9顿之后，全球利派的意思就是全球哪儿的超额多，哪儿就是我的利益点。很显然，目前对华合作的收益正在变得越来越有吸引力，而这又是日渐衰微的左翼政党为数不多的可以和本土利派政党达成意见一致的地方。也就是说，小马哥在国会也许通不过财政法案，但是却可能通过一个对华合作增加就业和外贸的提案。再深入一点说，现在的西方谁反对与中国的贸易大单，比反对引入大熊猫都能激起公愤呢？美国没打贸易战之前，欧洲社会也许还在幻想美国带领着一众西方上国把曾经失去的都一一夺回来，到时候又可以有福利发了。可是如今中美 APEC 上面一握手，也就意味着抢是抢不回来了。欧洲的企业和民众经过了这7个月以来的折磨啊，充分品尝了失去俄罗斯的能源的同时，又失去了中国的商品，这日子过得啊是比干巴烂吃都噎得慌，心态早已经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对华合作既能得到廉价优质的产品，又能有出口市场，突然就能从半年前的政治不正确，如今变成了一种理智且富有远见的选择。于是才有了法、英、德都密集的选择在最近这1个月前后来访的盛况。真正的分水岭啊，就是在11月 APEC 的峰会上，我们那场沉默但巨大的胜利。实际上，无论欧洲的左派政客多想再支棱一会儿，欧洲的企业们早都用脚投票了。2025年，欧洲的制造商正在加大对旗下在华工厂的投资。中国欧盟商会最新调查显示，约1/4的欧洲企业正在把更多的生产环节搬到中国及本地化生产，这一比例是将产能转移到其他国家的企业的2倍。其中呢，制造行业的比例高达80%，机械制造为46%，医疗设备为40%，其中德国尤为积极。23年到24年期间，德国企业对华投资额增长了13亿欧元，达到了57亿欧元。法国看着德国的制造商在中国赚得盆满钵满，自然也不愿意守着所谓的价值观对华依赖的威胁去过苦日子。所以实际上摆在欧洲全球利派政客面前的选择是，要么选择东大，要么既失去选票也失去金主。贸易战跟热战并没有不同，决出了胜负，随后就是收获胜利的果实的时刻。507印巴空战，巴基斯坦和我国的体系化武器获得了多少地区的信任和重视，那么贸易战在 APEC 决出雌雄之后，我们就会得到多少清澈眼神的贸易伙伴。所以啊，我对于这次法国总统来访能够落地一些合作利好，还是持非常积极的态度的。虽然呢，前路一定不会一帆风顺，但是很显然，如15意见稿里所表述的，我国具有主动运筹国际空间、塑造外部环境的诸多有利因素了。用特朗普的话说，就是咱有牌怕啥？如今这一拳已经打开了，欧洲的局面正在根本利益层面上发生扭转，而还有一拳正在来的路上。我国未来的外贸形势一定是货和币2条腿走路，而本子家现在就打算卡在我们币源的这条腿上。可以说，下个阶段从地缘到市场的走向，都在我们接下来对本子的料理上面。周五8点直播，我们把下一个阶段的地缘金融市场之间的逻辑说清楚，大家不见不散吧。